丁蜀镇这个环境，其实就你到哪都能见到这个自杀。这边的人都是夜猫子嘛，很佛性的，想到什么都可以去做。我已经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。现在做艺术，你在哪个城市，其实我个人认为已经不重要了。为什么非得去跑北上广呢？我老家是江苏宿迁的，就留在宜兴大概13年了。最开始的泥绘就是宫廷器，都是给皇上画的，民间就是很少，在中间慢慢的就断掉了。紫砂泥，它烧制之前跟烧制之后颜色是不一样的。这块泥烧制之前就是有点灰灰的，然后它烧制出来就是像这样偏紫的。我的脑子里储配着另一个调色板，积累了大概有4-5年的时间。宋代的画作里面的一些元素会用到我的一个作品上，不同形态的树枝、山石、羊毛、肌理的感觉有一个对比。从事泥料开采那个老师傅，然后他会教我辨别哪个是原矿的泥。只要是我去找矿，每次都很兴奋。有什么不开心，去山里溜一圈就可以了。我从小居住的地方呢，就是紫砂村嘛，每天起来就听到隔壁人家打那个搭子啊、拍声筒的。成型工艺，它每一圈都要靠自己手去拍，然后一拍还要一带，每一下的拍打，它带着你的喜怒哀乐。我都是这么多点。我叔叔那边收藏这种老壶，我喜欢，那我们就经常一整天就看在那边。它那个线条是很活的，很震撼的，慢慢自己掖在里面，就慢慢的自己去吸纳它。我做的器型基本上都是以传统为主，从上面略微加点自己的想法在里面。大团体里面氛围是很好的，有不足的地方，有好的地方，大家都在那分享嘛。我的工作室呢，在丁蜀镇的边上一个小乡村，搬过来的目的是离市场远一点，我就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最早在师傅家是一直做的就是经典器，我的性格呢又是那种只向往自由，那我就在想，也可以做点不实用的，纯粹玩的。我认为我是在用线条去表达当代性，把张力做出来啊。创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信，即便是你做完以后你发现哇这是什么垃圾呀，那你得要再来一遍。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精神的，会持续到4-5点吧。我在大学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搞乐队，47个城市做过全国巡演，台下10万人看着你，你就是无冕之王。毕业之后回到的宜兴，开始做陶刻。
我8岁开始写颜真卿，20几年的工龄了，古语大部分人是听不懂的，所以我摒弃掉了这一个部分，我也在写诗，放在这个茶壶上面。从去年开始，我坚定地想要往当代艺术的方向走。现在做艺术，你在哪个城市，其实我个人认为已经不重要了。懒散到极致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？干活干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累了，我就出去转一转。你到哪个地方都有一口茶喝，明天不起来也没事。你就少1天收入也无所谓。老家是河南洛阳，20岁的时候到了宜兴，然后认识了我现在的夫人嘛。刚结婚那一会儿，其实什么都没有嘛，从0开始。我从摄影转为紫砂的时候，其实一直在这边的。创作的时候都是很亢奋的，花器小小的一把壶上面表现自然界当中的动植物，就《山海经》里面的神兽。拿作品去给我师傅看的时候，他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面给我的一个指点。丁山这一块整体的一个氛围还是很悠然自得的。制壶的工作的这个其他的时间都会选择去接送小孩，再去玩嘛。紫砂行业里的朋友啊，都是同辈人，90后啊，80后也有，然后包括现在徒弟是00后，大家在一起吃夜宵，喝个2瓶啤酒，把吉他拿出来唱一首，那什么烦恼都过去了。同学、朋友、爱人在一起，有深刻的东西，有好玩的东西，那才是开心的事。